大家好，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过去几年呢，美股是科技股的天下，英伟达的 GPU 仍然供不应求，台积电2纳米的晶圆已经量产，迈向 1.6 纳米 ，Google 的 TPU 已经迭代到第7代 Ironwood。那么如何在国内投资美国科技题材的基金呢？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做出解答。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投资美股要看赛道，然后对国内主流的美股科技题材基金进行一下评测。投资大师查理芒格多次在演讲和股东大会中提到过一个简单的投资逻辑：要去有鱼的地方钓鱼，有鱼的赛道是投资的首要选择。我们来看看美股过去10年哪些 ETF 收益最好，属于什么行业。筛选条件呢是10年年化回报超过 20%， 规模超过100亿美元，排除了杠杆性的基金，比如 TQQQ， 也排除了数字货币资产，比如 GBTC。那么从表格中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股过去10年回报超过 20% 的，清一色的是半导体以及科技信息。最高的 SMH 属于半导体，10年年化 32.3%， SOXX 排名第2 28.97%， 也是半导体行业。结论呢是半导体是美国回报最高的行业。RYW 属于科技，年化 22.84%， VGT 和 XLK 是科技信息， 22.35% 和 22.05%， 均超过科技大盘 QQQ 的 19.91%。根据这个结论呢，我们在进行国内美股科技板块的评测时，也选择了这2个行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国内科技题材的总体情况。这里我们选择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股票，全球芯片501225作为半导体的代表，选择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 ETF，也就是纳指科技159509作为美国科技的代表，选择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标普信息161128来作为科技信息的代表。还有一只场外的主动基金，就是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发起式华宝纳斯达克017436，对标纳指100。那么放远望去呢，国内的 QDII 美股科技基金就是费率贵，1%的年起跳费率，全球芯片和华宝纳斯达的费率最高，达到 1.4% 每年，纳指科技和标普信息都是 1%， 美股最高的费率 RYW 也才 0.38%。那么规模方面呢，纳指科技呢以几绝尘 123.32 亿人民币，第2是华宝纳斯达克 46.22 亿，第3是标普信息 36.79 亿。相比起来，全球芯片就是小萝卜头，规模是 4.5 亿。华宝纳斯达克的现金占比达到了 14.76%， 标普信息的现金占比也高达 12.53%， 全球芯片是 7.02%， 和纳指科技是 4.05%， 中规中矩。过高的现金的比例呢，也会影响追踪的效果。溢价方面呢，呈现2极分化，景顺长城的2只溢价飞起，纳指科技溢价 14.82%， 全球芯片溢价 10.79%。作为对比呢，标普信息是 1.85%， 华宝纳斯达克是场内没有溢价。成立最早的是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成立于2016年12月，其他3只呢都是2023年以后才成立。我们也来说明一下溢价以及现金比例。评测的4只基金呢均是 QDII 类型。溢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外汇额度导致的结构性流动瓶颈以及市场情绪。一旦额度放宽或者需求降温，溢价可能就会快速回落。历史中曾经多次出现这种情况，比如2025年4月关税战就是这种情况，出现过场内跌停甚至折价的情况。现金比例也因为外汇额度会产生2级市场有交易，但1级市场创建或者扩张被卡死，造成高现金比例，也就会造成追踪误差。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累计回报大 PK。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张表格来看看累计回报的情况。由于成立日期的差异，评测仍然基于累计回报。本次评测的数据采用的基金的累计净值不是场内交易价格，不涉及溢价，追踪误差不涉及汇率调整。所有数据的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3月11日。那么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与美股一致，也就是半导体回报最好，其他的3只也优于同期的国泰纳指。全球芯片在1年和2年都是最高，累计回报分别是61.38% 和 68.13%。纳指科技在1到2年的时间段排名第2，标普信息和华宝纳斯达克排名第3。由于标普信息的成立时间比较长，我们可以与国泰纳指做一个对比。在1、2、3、5年这4个维度，标普信息的回报都优于国泰纳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4只基金 PK 美股，看看跟踪效果如何，是否值得买呢？首先呢，就是纳指科技对比 VGT。 纳指科技 ETF 15909由景顺长城发行，成立于2023年7月19日，规模是123.32亿人民币，破100亿，费率是 1% 每年，持有现金比例大约是 4.05%， 非常合理。场内的溢价率比较高，达到 14.82%。 纳指科技追踪的指数是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指数。有趣的地方在于 NDXTMC 这个指数只有国内的纳指科技在追踪，美股并没有相应的 ETF。 这个指数只从纳斯达克100成分股中筛选属于技术 technology 行业的股票，科技7巨头中的亚马逊和特斯拉属于可选消费被剔除，成分股更少，通常在30到40只左右。因此呢，它的走势比 QQQ 更依赖于半导体软件和硬件设备，可以认为 AI 的含量更高。2023年7月成立以来呢，纳指科技累计回报是 80.56%， 年化是 25.03%。同期 NDXTMC 指数的累计回报是 96.92%， 年化是 29.2%。 纳指科技的回报甚至超越了美股罗素科技IYW 的 22.56% 和信息技术 VGT 20.22%。 纳指科技与其追踪的指数 NDXTMC 的累计回报相差 16.36%。 2.64 年的年化跟踪偏离度是 4.17%。 既然纳指科技市值加权证明了是一个优秀的指数，我们来回测一下指数本身。 NDXTMC 呢与2022年3月21日成立至今的累计回报是 127.91%， 年化是 23.29%， 同期 SOXX 的年化是 22.56%， IYW 是 18.12%。 看来纳指科技选择这个指数，虽然美股没有对标，但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美股指数。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半导体芯片501225，由景顺长城发行，成立于2023年3月30日，规模呢是 4.50 亿人民币，费率呢达到了 1.4% 每年。全球芯片呢是FOF， 并不直接持有股票，而是持有 ETF， 就是基金中的基金，多了一层费率损耗，像是俄罗斯套娃，不是大家想要的 K 宝。业绩比较基准是 15% 中证芯片加 75% 费城半导体加 10% 的存款，持有美股的半导体 ETF SMH 17.98%， SOXQ 17.81%， SOXX 17.8%， PSI 17.69%， 美股仓位呢大约是 71.28%。 另外持有中国国内的华夏芯片 ETF、 国泰芯片 ETF、 景顺长城半导体 ETF 共计约 20.82% 的仓位，持有现金比例大约是 7.02%， 在合理范围内。场内的溢价率呢比较高，达到 10.79%。自2023年3月成立以来，全球芯片累计回报 117.46%， 年化 31.14%。
同期 SOX 的累计回报是 136.98%， 年化 33.99%。因为 SOXX 跟踪的纽约半导体指数更接近于费城半导体指数，我们采用 SOXX 作为基准。2.95 年，全球芯片与 SOXX 的累计回报相差 19.52%， 年化跟踪偏离度为 3.85%。美股半导体 SMH 还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回报高不可攀。那么半导体呢，确实是美国过去10年最强的赛道，全球芯片有 72% 的美股半导体是一只最值得期待的基金。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标普信息PKXLK， 标普信息科技指数 LOF 161128由易方达发行，成立于2016年12月13日，规模是 36.79 亿人民币，费率是 1% 每年，持有现金比例呢大约是 12.53%， 比例偏高，场内的溢价呢很低 1.85%。标普信息追踪的指数是标普500信息科技指数，比较基准是 95% 的标普500信息科技指数加 5% 的存款。美股 XLK 也追踪同一指数。2016年12月成立以来呢，标普信息累计回报 449.3%， 年化回报 20.24%。同期 XLK 的累计回报是 531.17%，年化 22.07%， 标普信息与 XLK 的累计回报相差 81.87%， 9.24 年的年化跟踪偏离度为 1.83%。 标普信息作为一只成立时间接近10年的基金，年化回报是 20%， 可以作为美股信息科技的代表。然后呢，就是华宝纳斯达克 PKQQQ。 华宝纳斯达克呢精选股票发起是017436呢，由华宝发行，成立于2023年3月2日，规模呢是 46.22 亿人民币，费率是 1.4% 每年，持有现金比例呢大约是 14.76%， 比例过高，是场外基金，没有溢价。华宝纳斯达克的比较基准是 90% 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加 10% 的存款。2023年3月成立以来呢，华宝纳斯达克累计回报 110.51%，年化 27.89%， 同期 QQQ 的累计回报是 110.69%， 年化是 27.93%。 3.03 年华宝纳斯达克与 QQQ 的累计回报相差 0.18%， 完全符合 QQQ 的走势。原因是华宝纳斯达克并不追踪纳指100，而是一只主动基金，从纳斯达克全市场挑选股票，在累计回报表中呢，1到3年的回报均优于国内跟踪纳指100的指数基金，比如国泰纳指。所以呢，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目前这4只基金的回报呢，都超过国内的纳指100指数基金，同时波动呢，也应该大于纳指100。美股科技最强的赛道是半导体，全球芯片501225值得长期跟踪，回报紧跟美股 SOXX。纳指科技159509呢，有更多的半导体软件和硬件设备， AI 含量呢比 QQQ 高，确实是有价值的方向，有希望长期超越罗素科技和信息技术。标普信息16128成立历史最久，回报紧贴美股科技精选，近10年呢年化回报 20%。 华宝纳斯达克017436呢是主动基金，3年的累计回报和美股 QQQ 基本一致，超过国内纳指100指数基金，但主动基金呢有不确定性。好了，本期对国内科技主题的4只呢基金测评呢就先到这里呢。我们的所有这些测评呢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请关注基金的实时溢价和公告。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关注、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